Hello， 各位好，我是游戏鬼 K，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司门氏的一些传闻。那么这期视频应该是司门氏的最后一期视频了，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故事吧。这个主题面是越来越乱。好，那么第14个的第4个故事的话叫做后记，我已经玩了，差不多已经快几个月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最后一个故事吧，后记。后记，这个应该不算是故事吧，应该算是一个自我总结之类的一个故事吧。接下来的部分是本系列故事的后记。首先感谢一路看到最后的观众能够包容如此拙劣的文笔，尽管称之为后记，但我至今仍在纠结具体该写些什么内容。今年初因工作变动，我开始尝试自己写一些短篇故事，并将其改编成视频发布到网上。由于此前完全没有写作和制作视频的经验，整个过程比预想中困难许多。我花了大量时间熟悉各种软件的使用，包括图像处理、视频剪辑和音频后期等。因为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我参考了自己看过的电影和小说，从中获取灵感。在故事风格上，我也借鉴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如小林03，反正就是一些作者之类的。但即便参考了许多优秀作品，想要创作出真正原创的情节，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既然要亲自动手写故事，我更希望各个故事之间也能有连续性。因此，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构思一套完整的设定，一个能串联起所有故事的核心设定。自从写完最后一篇故事，至今已过去近2个月，我意识到不能再拖下去了。然而我要凭空写出一段具有总结性的意义的文字，并不是件挺容易的事，因此接下来的内容仍会以各篇故事为核心展开。为了便于区分后文的孤文的故事内的第一人称，统一用我来指代。第一个故事健忘症是所有故事中篇幅最短的。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该如何吓观众一跳，仅靠音效、氛围和故事中的人物心理活动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在故事的结尾加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元素。视频最后，衣柜缓缓打开，从里面探出一张诡异的笑脸。为了让笑脸看起来足够诡异，我搜遍了大半个互联网，寻找合适的元素材。当初稿完成后，我又开始思考，虽然故事还不到2000字，但这样会不会太简单了呢？于是我又在故事里埋下了一条隐藏线索。店员阿姨和我的母亲年纪差不多，但谈吐完全不像中年人。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人们对中年人往往有着不正常使用电子设备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一位普通的中年阿姨会如此熟悉网络与摄像头的安装呢？我不确定这个不同于普遍印象的店员形象能否引起观众的注意，但如果有人能察觉到这一点并产生联想，那就再好不过了。反向的篇幅同样不长，故事讲述了我和朋友在咖啡店中聊天的过程。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院子和现实间存在许多差异，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从围墙后露出半张脸的阿姨。阿姨的真身是什么？是我的幻想吗？还是什么灵异事件？事实上，我在创作时，我希望故事能有2个重点：其一，我口中儿时发生的怪事；其二，咖啡店中人物间的交谈细节。我尽可能让我和朋友的对话看上去自然，却又存在矛盾。例如，当我提到老家院子有现在所住公寓的2倍大时，朋友立刻说出了具体的数字。明明是多年未见的朋友，为什么会知道我目前住所的大小呢？还有，当我在脑中想象阿姨藏在围墙后的下半张脸时，朋友为何会感到瘆人呢？表面上我在讲述儿时遭遇的怪事，实则连我和朋友的对话本身都是幻想中的一部分。因为从未有人规定精神病患者不能遭遇超自然现象，于是变了这篇故事。在同学会中，我希望故事有一个不同的视角。传统的
恐怖故事常通常以人类受害者展开，于是我开始构思能否以怪物的或加害者的视角写一篇故事。事实上，在推理小说中，以凶手为第一视角的写法并不少见，但这类故事往往存在着多个视角的转换，并不适合短篇。我想象自己是一只被披着人皮的怪物，潜伏在人群中的怪物也有自己生活，也怕身份暴露。那么能否以此为前提来写一篇故事呢？我围绕着头与恐怖两个要素构思剧情。冥思苦想时，我回忆起曾多次在惊悚电影中看到的桥段，人头扭转180度的情景。我把故事的最大转折点放在最后，通篇隐藏了我的真实身份。为了不让最后的转折看起来太过生硬，我在过程中给出了不少提示。由于视角的转换，这篇故事首次明确了揭示了怪物的存在。故事目击者的灵感源于一则经典恐怖故事。原故事的主要人物只有父母和姐弟，是一个4口之家。在改编的故事里，我加入了一位怪新角色我，并隐藏了他的存在。我想象自己是一只刚接触人类社会的怪物，那么我该如何融入这个社会？那么从学会相似，这是一篇以怪物为第一视角叙述的故事。然而不同的是，故事里的我没有直接登场，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存在于故事中。故事的前半段，我旁观了芹菜一家从弟弟离世到搬家过程中的变化。故事的结尾，我自述了如何介入芹菜一家，并最终取代了名为百菜的女孩。在这篇故事中，我同样为瑞杰女设置了多部附件，例如故事的开头展现了芹菜一家早餐时的情景。虽然画面中只有出现3个人，文中却写着4只马克杯。我刻意把画面定格在无法窥见餐桌全貌的角度，并隐藏第4人的行踪，还有故事中多处提及了具体的时间与年龄。芹菜一家在这栋公寓住了9年，房子是父母结婚时买的。在父母结婚后的第2年，他们的第1个孩子出生了。根据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出父母的第1个孩子今年8岁。而故事中明确描述了案发时弟弟7岁，芹菜7岁，由此可推断出这个家中一共有3个孩子。在独立创作了数百篇故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我能独自写完整个故事，但单个故事的篇幅实太短了，即便网站没有规定投稿的作品的字数时长，故事过于短无疑也会影响最终的流量。于是如何在后期的布置把篇幅拉长，变成了我不得不考虑的题。后期创作里，为了拉长篇幅，我开始照搬百科内容，还描写了一些无用的情节。虽说是迫于无奈，但我至今仍对故事观感变差这件事深感自责。在同学会和目击者的故事中，怪物们试图融入人类社会，但末底他们都需要在人前隐藏自己的真身，伪装成人类。当人类知道了怪物的真身会发生什么？怪物若不伪装成人类的话，又该如何生活？那是否存在人类与怪物共生的关系呢？我的爷爷便是在这些问题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故事。相较于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首次明确了怪物的具体形态，一种只有头的生物。在最初的设想里，我希望故事围绕花瓶姑娘这一民间传说展开。我认为将所有的民间怪谈融入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有序的叙事策略。与头有关、拥有拟态能力的怪物，你尚能知道不少与之匹配的怪谈或都市传说。相比自己独创的故事标题，这些类结合型标题往往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但在这个故事里，怪物的形态会留到最后作为谜底。我的爷爷没有身体是一个隐藏信息。我的爷爷是什么人？若将画面故事花瓶爷爷作为标题，我的答案会显得显而易见。因此权衡后，我选择了一个与故事谜面无关的标题。向日葵的观察讲述了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年的故事。我设想的怪物拥有强大的拟态能力，能毫无破绽地融入人类社会。他们不仅智力远超成人，才对周遭环境保持高度戒备。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才会暴露真身呢？我设想过多种情景，但为了让故事显得自然，
总离不开巧合的推动。于是我最终构思出这样的一个情节，在怪物在一次无差别的袭击中意外暴露了真身。青年并非有意袭击少女，他甚至不知道她是谁，一切只是巧合。这些布置的一大意义在于展现怪物的利用形态头部与人类躯体躯干的结合。在这唐山上诉里，我曾构思利用视差轨迹，让少女和青年能够面对面交流。青年在杀害少女后，他能发现她是某秘密，二人由此展开对话。而观众直到真相在揭晓前都不会察觉少女没有身体这一事实。这样的故事虽能带来更好的观感，但不容易解释少女后续的去向。少女要如何在暴露身份的技巧下脱离青年的掌控呢？由于实在想不出好的解释，最终我选择了现在的版本。在创造了一定的数量的故事后，我心中的怪物形象逐渐清晰起来。然而我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怪物究竟是从哪来的呢？在虚构的故事中，超自然现象的起源常常被一笔带过，而现实中的一切都有其追溯的根源。为了使怪物的形象看上去更加真实与立体，设定怪物的来历至关重要。我设定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观，想象人们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虚拟世界被分割成无数个平行世界，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间，环境和生物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生物的进化并非固定的，其中充满了巧合与不确定性。为了具体展现这一世界观，我写了《来访者》这篇故事。在故事里，我详细设定了虚拟世界的运行规则。故事里有2个视角，分别是翔和山木。山木通过不断改变基因编码来到了翔所在的世界。故事中，山木的心脏在左臀部的正上方，而翔的心脏在右右侧胸口处。不同世界的人类为了适应各自的环境，进化了不同的身体结构。基于这个设定，在无数的平行世界中，即便存在形态与人头颅相似的生物，也不足为奇。确定大世界观后，我在来访者的设定下基础又写下了这个故事。故事中的我是一只被植入人类记忆编码的狗。有关我的身份，故事中给出了多处暗示。例如，在与其他人对话中，我始终没说过一句话。另外，在故事开头，我因身体变化无法分辨苹果的颜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生物的认知会随着记忆编码而改变。在被移植人类记忆编码的动物会认为自己是人。那么，故事中的我究竟是狗还是人呢？散养少女的灵感源于网络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初中女孩自创化学词汇并篡改网络百科，引发争议。事后，女孩的母亲发文道歉时，被网友发现可能是3女孩本人冒充的。事件本身并不离奇，但了解世界的过程却给了我启发。时至今日，网络上依旧能搜到不少女孩自创的化学词汇。这些内容大多是由 AI 学习互联网数据后生成的文本，但也夹杂着明显人工编写的部分。由于缺乏明确标准，在这件事上，人类与 AI 似乎陷入了同一种误区。AI 遵循人类制定的规则，对输入进行判断后得到的结果。这么说来，人类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规则是自然存在的吗？如果不是，那人类又是在遵循谁设定的规则呢？在系统不允许或硬件不支持的情况下， AI 无法感知人类。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也可能被某种看不见的前提所束缚呢？在我个人的标准里，无论何种形式的故事都需要一个有力的收尾。结尾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故事的灵魂。虽然此前携带的故事均为短篇，但我希望为他们赋予一个有意义的结局。
我将已知的线索尽可能串联起来，对过往的故事进行整合。最终我写下了关于中门市的一些传闻。这篇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制作出更具特色的视频内容，我一直在调查中门市周边的发生的怪事。在持续不断调查中，我发现所有怪事都与一种奇怪的生物有关，我把它们称为无动人，指一种只有头部没有身体的动物。在这篇故事里，我运用了此前没机会使用的视觉轨迹，将怪物隐藏于画面之中。就是这个粉色的头了。为了误导观众，我刻意模糊了主角的性别，直到临近结尾才给出提示。至此，我已经独自完成了10个短篇故事，塑造出了一种完全虚构的怪物。虽是第一次尝试写作，但内容上仍有不少牵强之处，但我已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相当满足。事实上，我创作故事的初衷仅是为了填补工作上的漏洞，而非出于个人爱好。然而在构思故事的过程中，我却逐渐体会到了写作的乐趣，深陷其中，导致故事越写越长。可不管怎么说，故事不可能无限延长，总要有完结的一刻。就在我准备将第10篇故事上至专栏后台时，我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份邮件。自从暂停接收用户投稿后，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收到邮件了。从邮件的标题可以知道，发件人是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一位自称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的社长的人给我发来了合作邀请，他希望以专栏里正在连载的故事为基础，为拍摄一部超自然短片用来招募新社员。这件事让我颇为吃惊，我从没想过竟会有人对我随手写下的故事如此感兴趣。对方说我只要提供剧本的大纲，剩下的工作由他们社团负责。虽然听上去有些麻烦，但我实在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事实上，他们投稿的故事至今仍展示在专栏首页。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是这个系列故事的作者。从这个层面看，他们想合作似乎也并不奇怪。今年初因工作变动，我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专栏的全部运营工作。起初，专栏以征稿形式运营，不少用户为了限量奖励而投稿。但在征集了2期故事后，奖励耗尽，投稿量随之被减，完全达不到约定指标。与领导沟通后，我被告知专栏必须继续运营，无奈之下，我只能尝试亲自续写故事。由于再不征集用户投稿，我取消了本月的灵异主题，改为短篇连载的形式。在第1期以人面犬为主题的开放征稿后，我收到了数篇很有意思的稿件。虽然这些稿件最多被真实出自几个舞蹈大学生之手，但其中细节却给了我大量灵感。几个月来，我利用工作闲暇，累计写下了10篇故事，加上最初的2篇开放征稿人面犬和二重生，共计12篇。以每个月1篇的标准来看，刚好可以维持专栏1年的运营。在原定的计划里，我打算让故事刚好在这个时点完结，但在收到 J 大超自然研究社的合邀请后，不得不修改部分情节。原版关于詹姆斯的一些传闻的故事发生在我的房间里，而在新版的故事中，我参加了由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组织的活动。我通过少量的修改，让故事有了扩展的空间。收到合作邀请的1周后，我完成了剧本的大纲。在这个故事里，我终于写了一直想尝试的题材——暴风雪山庄式的推理故事。我把最终的舞台设置在一座孤岛上，故事的主角是阿良和北。为此，我还兴致勃勃地画了房屋平面图与孤岛示意图。在这座孤岛上 ，J 大超自然线研究社组织了一场名为次元通讯的活动。这场活动试图通过特定的仪式召唤出平行世界的观测者并与他们交流。仪式失败后，参与者接连遇害，现场留下了大量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线索。在故事同学会的结尾，曾埋下北可能是无动人的伏笔。因此，从没看
大量线索也似乎都指向身份实为无动人的北。然而真相并非如此，在这个故事里，真凶实则另有其人。没错，在初稿的大纲中，无动人只是一个干扰项。我设计的许多线索让观众误以为凶手就是无动人，为此费了不少心思。但这一切最终也只是白费功夫罢了。在收到我的剧本大纲后不久，研究社的社长告知了我的短片的拍摄地点。地点位于司门市岛内的一处临海别墅区旁，距离我住的地方不到10公里。那一带多是老房子，但因靠近海滩，很适合拍摄海景。虽然我曾想过在拍摄期间到现场转转，但由于工作上的安排，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事情看上去非常顺利，转眼就到了拍摄当天。然而拍摄当天的午后，研究所的社长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有2名成员因要逝去而缺席拍摄，饰演主角的人也因流感而无法拍摄，原定的人员一下子少了3人，甚至连主角都要换人。无奈之下，我只好临时修改剧本，简化剧情，将真凶改成了无动人。正如天气预报所料，拍摄当天夜里下起了暴雨，可即便简化了剧本，拍摄的过程仍出乎意料地曲折。拍摄第1晚，一位成员在晚餐时吃坏了肚子，刚拍完第1个场景，另一位成员又执意退出，结果当晚的拍摄行程被搅得一团糟，我只得再次修改了部分剧本。经过一番商讨，大家最终决定跳过中间的几个场景，直接从第3个死亡场景开始拍摄。好在相比之前的波折，后续的拍摄工作显得异常顺利。当听到拍摄完成的消息时，我才总算是松了口气。2周前，我收到了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社发来的视频文件，除了未经剪辑的原片外，视频中还包含了部分花絮。实话说，最终成片的拍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知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大部分场景都比预想中的更为逼真。原以为这只是由于业余学生组成的团队，却展现了不俗的水准。抛开初期的剧情有些跳跃不谈，这部短片的拍摄质量足以登上专栏。因此我利用闲暇时间，在1周前开始了视频的剪辑工作。说来羞见愧，在剪辑的过程中，我才注意到多处情节上的漏洞。一方面，短时间内修改了大量剧本，导致不少设定变得含糊不清；另一方面，无动人的设定过于自由，使得剧情同时出现了多种解释。我设想了各式各样的前提，然而无论如何脚步都无法自然地将真凶限定在某一特定的人物身上。除了最初设定的真相，各种可能性在我脑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此多的可能，为什么之前都没注意到？我安慰自己，因为是临时修改的剧本，有瑕疵是十分正常的。可即便如此，又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发现呢？连续观看了几遍视频后，我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眼前的视频似乎不停地变化着，每次点开文件，视频都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虽然视频的内容变化不大，但我惊讶的是，自己竟在看了数十遍后才发觉，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干扰，我的感官变得异常迟钝。在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凶手的身份。剧本里真凶只有1人，而视频中的凶手却似乎在不断变化。每当看完一遍视频，我都会对里面的情节抱有疑问：我的剧本是这样写的吗？然而这股淡淡的违和感每次都会在我读完剧本后瞬间消散。
没错，我的确写过这样的情节，这毫无疑问是我亲手写下的。作为证据，剧本中存在相应的段落，我也有当初写下这些文字时代记忆。但随着一次又一次观看视频，我逐渐对这个结论失去了自信。除了我的记忆外，谁能够证明这些剧本是我写的呢？我能够隐约察觉到细节是情节上的变化，却已找不到毫丝查不到丝毫直接的证据。脑中不断涌现出的可能，仿佛一开始就存在于大脑的某个角落。我自认是一个逻辑严谨的人，不可能忽视如此明显的矛盾。但为什么我至今才意识到了情节上的漏洞呢？我的思维陷入了循环。矛盾首尾相连，系上了死结。难道是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如果不是，那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拍摄这些视频的人。如果是摄影师，我一定会记得当时的细节。我向 J 大超自然现象研究所发去的邮件在1天后得到了回复。是我发的邮件表达的不够清楚吗？我重新确认了内容。我明确表示想和摄影师沟通拍摄细节，然而却得到了负责摄影的成员记不清发生了什么的回复。这样的希望似乎轻易破灭了。我的精神仿佛被囚禁在不断变化的孤岛上，等待着永远不可能出现的救援。不知从何时起，视频的内容开始在我的脑中一遍一遍回放，一遍不借助工具，视频的内容也在我的脑中不断变化，毫无规律，极度自由。我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我依然坚信自己没有疯。既然如此，那答案不就只剩下一个了吗？答案一直显而易见，只是我不愿承认。无关我的意志，有谁在操控这一切？哪怕是此刻，视频和剧本中的内容仍在不断变化。有某种存在正无视规则，比影响着故事的发展。这个情节我再熟悉不过了。是的，仪式毫无疑问成功了。事实上，那一晚的仪式并没有失败，虽然一鱼死了，但仪式成功召唤出了观测者。位于这个世界外层的意志影响了故事的走向，剧本中的情节正随着观测者的喜好而改变，而世界为了修补漏洞，篡改了我大脑中的记忆。没错，就这样就能说得通了。不过，这真的对吗？仪式和观察者难道不是剧本中的情节吗？我剧本里的设定发生在了现实中，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说到底，英语真的死在了仪式过程中了吗？数不尽的疑问在脑中飞速翻涌。剧本真是我写的吗？没人能证明。我疯了吗？不，我没有。这是现实吗？怎么可能？那世界是假的吗？果然是疯了。为什么要问这种事？大脑不受控制了。我真的存在吗？我的意识来自何方？我是谁？我是谁？还有，你又是谁？这是怎么了？哦，完成了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OK， 那我们最后一个故事也看完了。大
大家觉得哪一个故事最有趣呢？我是觉得都比较不错了。哇，这个主界面的话是彻底乱掉了。健忘症、返乡重聚会、人面犬、目击者，哇，都好多故事啊！这些故事我都觉得不错哎。这个后期他讲述了这前13个故事里面发生的一细节，他都在讲了，他都在构思一个叫做无斗人的超自然生物，无德构造者，这相当于是后期的一个参照。反正是我都不是相对于前12个宫的总结了，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这个系列也就彻底完结了，再见。